家人们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当然，全球一再会讨论到，就是美国的选情，拜登退选了。宣布退选之后呢，有这个媒体，当然各国媒体，不管法国各国都一样，第一时间赶快插播报道特报，而 CNN 主播还泪洒现场。看看这段画面。People who are pushing for this to happen. It's kind of like when your grandpa, you got to take the keys, and everybody, you got to take his keys, you got to take his keys, you got to. And he's fighting, and everybody's so frustrated. And then you finally get the keys back, and then you just cry. Because this is somebody that you love. This is somebody that you care about. This is somebody who was there for you. This is somebody you wouldn't be here without him. And you had to take something from him. 就是他觉得很心酸呐、这个所谓的 grandpa 就是所谓拜登啊，他虽然年长了，可是他很信任他，很敬爱他，从手上他开车还是很危险嘛，要把钥匙拿回来，他就哽咽哭了啦。那好几个在这个媒体界支持拜登的媒体人都有这样的心情，甚至是有这样的情绪表现出来。拜登退选之后，民主党有意思了，到底大家反应金主的反应是什么？钱是关键啊！线上平台单日狂收金额创下了新高，3.6亿卷款，刷新了单日筹款记录。这个是到晚上美东时间为止筹得4670万美元，换算台币出来的结果，代表感觉这个支持者金主对于他拜登退选这件事情是给予正面看待吗？当然，接下来到底是不是贺锦丽来接棒，还有一段时间在党内初选程序要完成。但国会山庄的民调却显示，贺锦丽落后川普2个百分点，显示选民对他的好感度是37.7%。跟反感度是15.5%这么的高，比拜登还要惨吗？这是一个实际上所以选民对于贺锦丽的看法吗？那当然还有 CNN 公布的民调，相对他有他的立场，大家都清楚。综合了6家民调之后，这个看法是贺锦丽的支持度紧咬共和党川普，才差1个百分比吗？是这样吗？所以贺锦丽会是最佳的出马人选，这个是大家还在讨论当中的议题。当贺锦丽也公开表态。除了谢谢拜登，他也表达会全力争取要来击败川普，一定会赢。很多的美国媒体或者支持者的看法是贺锦丽 better but not good enough 吗？是够好吗？可以好到赢吗？优势是什么呢？当然，现任副总统是有行政资源在身上，还可以动用拜登竞选基金7点多亿啊，这也是大家分析的看法之一。所以在这个金主还有募款资金的衔接上，相对的容易跟顺利。但拜登这9600万美元竞选经费何去何从，才是保障贺锦丽真正能够接手接棒的最重要的关键。但劣势是什么呢？奥巴马有没有挺？他发了长文来赞美拜登，可是却只字未提贺锦丽。裴洛西呢，他也还在挡贺锦丽吗？那他强调从上个礼拜开始，各种开会公开的、私下的表示，都认为好像是需要公开程序，也对于贺锦丽有意见，他并不支持。那当然劣势还有贺锦丽本身的2大条件，她不是白人，同时她是女性。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对于选情可能会有影响，以至于包括众议员不挺贺锦丽的声音，也纽约众议员这一位他也表达不挺啊。他说试图要拜登退选的人也没有想要贺锦丽接棒啊，不感兴趣的意思是，现在党内在分歧当中有没有可能真的顺利产生一个候选人，而这个总统接棒的人是不是能够团结党内，都还有问题。所以过来人劝美国民主党别换拜登嘛，这谁劝的？没有啦，谢龙介啦。那以国内的情况他来说，如果本党有惨痛的经验国民党2005年的换朱立伦惨败换人是错的吗？是为什么呢？那当然2024年还有国民党的侯友宜是金溥聪喊着要挺着胸膛倒下去，坚持没有换好还是不换好？现在对于民主党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如果换了，说不定也没有原本好呢，那大家就开始觉得那早知道不要换，但是换了有可能更好吗？现在贺锦丽必须要先赢得这几个人，包括了蜜雪儿，这个奥巴马的前第一夫人加州州长 Newsom， 不过 Newsom 现在已经表达出来要挺贺锦丽了。那密西根州的州长惠特莫等等的，那贺锦丽带来的是什么？那也有人正面看法，那亮哥怎么看呢？他真的会带着民主党有机会翻身，
或是把盘势翻转回来吗？那个 Michigan 的州长 Whitmer 之前也表示过他不会选。虽然川普点名过他，对，不过因为他跟 Newsom 的行情稍微好一点，不过两个人都表示过不会跟贺锦丽初选啦。那现在就是差一个公开程序嘛，那他们把它叫做一个 mini primary， 或者叫闪电初选 blitz primary 啊。那大概要用很短的时间，反正要有一个公开程序啦啊。那我认为那些年轻人不想选，是因为他们2028有更好的机会，因为川普只能当4年啊，所以本来自己就有前途嘛，何必把自己栽在这里啊？而且跟川普选，你会浑身都是伤啊！那个人左什么四面开弓啊！那川普当4年，一定会有一些包袱嘛，那到时候反而比较好选。我觉得他们有的人就是这样想啊，因为川普不能选了啊。那以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没有人天真到认为贺锦丽会赢啊。所以这个纯粹就是为了稳住民主党的盘啊。就是说，至少贺锦丽相对于拜登，虽然一面都不大，可是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啊。因为拜登的意外是不可预测的啦。比如说，如果他又20秒突然断片，对啊，失常，那怎么办呢？而且现在已经有一种声音开始出现，就是中间选民觉得民主党不诚实，就说拜登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你长期隐瞒大家？而且这个声音已经来自盟友，就是外国的领导人都已经公开讲了，所以就让人家觉得民主党是不是一个不诚实的政党？其实政治这个更伤了，所以民主党现在无论如何，就是万一拜登又出状况，你又不能预测，那不如就是至少我要争取人家说我们民主党是个负责任的政党嘛，大概是这个意图了。那事实上，你刚刚讲到那个募款啊。那就表示已经憋好几天，这个米缸都没进米了啦，所以就憋到今天整个出来啊。所以那个金主的威胁是有效的，金主就是说我们不会捐钱的嘛啊。那包括纽约的好莱坞，纽约跟犹太人的金主，包括矽谷的金主，包括好莱坞的金主，这是民主党3大金主啊，他们都不捐钱啊，你哪有钱？那美国民主政治就是金权政治了，没有钱就不用玩了啦。而且这个钱事实上并不是拜登的团队去募的，他民主党有一个募款的机制嘛。那参议员跟州长还有众议员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大的结构原因，逼着他一定要退选嘛。那只是他挣扎了蛮久的，挣扎了相当难看这样。那前几天还在那边乱搞一通嘛，什么学贷减免啊，3.9亿美元又这样给他乱搞啊，那个就是川普就不付就好了，这个都是伤啦，都是伤啦。那现在甚至还有一种声音，就是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的议长要求拜登要辞职，连让你任期做完都不给。对，因为他说，你退选的原因明明就是因为身体出问题啊，那既然竞选你没有办法竞选，那你怎么有能力当总统？所以是逼他辞职啊！那民主党内部现在也有人同意这个说法说干脆让贺锦丽接总统，反正贺锦丽要选嘛。所以目前这个变数不是没有可能啊，大家尤其是拜登如果未来又出状况所以目前坦白讲就是有点混乱了。那当然有人在那边胡思乱想了，说拜登那可不可以出点招啊？帮民主党助选他会不会搞个紧急状况啊之类的？国际的事件啊，你不要忘记川普卸任前搞过什么？川普卸任前后来不是那个，我记得是参谋总长还是哪一位嘛？后来不是出来讲真相嘛？说他不接受命令，不然川普叫他去南海啊，那可能就跟中国解放军直接杠上了。后来这段秘辛都泄露出来了嘛，对不对？如果拜登
这个时候搞点这个，这个地区性的不安全啊。这个我觉得目前有可能搞的大概是伊朗啊，可是问题是人家伊朗也选了一个改革派的总统，你打人家也是蛮怪的啊。那北韩跟台海战争，我认为都很难啊，因为这个扯到的对象都是核武国家啊。不过就表示大家已经在胡思乱想，找不到招了啦。除非未来4个月，川普那边出了你连听都没听过的事情啊。不过现在真的是，坦白讲，川普已经够透明的啦，都被你弄鲜光了啊。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想要维持住民主党的元气，那希望参议员能够维持目前领先的状况。这所谓的胡思乱想，当然是因为还在想如果拜登还是贺锦丽的最佳助选员，他能做什么嘛？那大家就瑟瑟发抖，是要拿谁来开刀？吴老师也觉得这么恐怖吗？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剖析拜登这个为什么在突然这个时候宣布，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从礼拜5、礼拜6台湾时间啦，就有风声说拜登可能会会退选，而且他周末要宣布。而且还说什么有人在起草拟稿，是退选宣言。事实上也没有啊，就时差的确没有错，是周末宣布美国时间。对，重点来了，可是又有风向提出来说他要选到底，拜登也说我要选到底，而且还有刚才这样哥讲，还有说什么政策都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拜登的团队他们有两派，有2挂哈。那当然他团队很大，可是核心幕僚跟着拜登大概就1、2位到3位。其实后来这几天的新闻也有出来，就是真正告诉拜登。总统心腹那个人对心腹，我们该停止了，就这几个人。我跟你讲一下，其实拜登过去一直以来是对自己的信心，他觉得我要选下去，因为我要是不能倒。你看川普被打了都站起来 fighting， 我还要 fighting， 因为我爸爸告诉我，我要继续努力。因为他爸爸以前不如意的时候，穷愁潦倒的时候，又站起来的时候教了拜登，所以拜登一直说我学习我爸爸，绝对要继续打下去。再来就是他核心幕僚，我以前讲过，像。Mike Donilon 还有 Steve Ricchetti 还有 Bruce Reed 这几个人，就是跟在他旁边跟了很久了啊。过去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帮助拜登的时候，这些人也是蛮挺拜登的。问题是这个周末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些人把这个数据秀给了总统看，说总统先生，我们现在的声势可能连这个贺锦丽都比不上啊，因为贺锦丽 CNN 说1%嘛，我查一下538哈，他在16号。16到18号这个，比如说 CBS News 它的 YouGov 这个民调里面，贺锦丽对川普跟拜登对川普川普赢贺锦丽是只有3%而已，川普赢拜登是5%，那个时候代表说贺锦丽已经超过了拜登在这个对决川普上面，这个数据很明显，它是普查的啦，是全国民众。虽然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普选票跟最后的这个选举人票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很多选举是他赢了普选票，可是选举人票输了，那整个总统选举就输了。所以我们还是说还要看关键摇摆州嘛。所以为什么摇摆州这很重要？好，那如果看摇摆州的话宾州好了，我们说宾州是他们的大本营拜登绝对不能输。问题在宾州，贺锦丽也对上了川普也赢了拜登对上川普。就简单来讲，就是贺锦丽在宾州赢了拜登啦，就这样子啦。那就非常的吊诡，就是如果连宾州你都赢不了，难怪 Ricchetti 跟 Bruce Reed 这几个人会告诉拜登说，我们的时候好像到了，我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要停止？当然最重要的是，当你有这个意愿降低你的能力，所以选举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你的钱，你的钱有9000多万美金被扣住不能用，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募款越募越少。美国选举是全国跑，你飞到一个城市，那个是烧钱的。你没有选举经费是很难选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拜登一说我不选了，单日冲上15亿台币的这个，真的有点尴尬。对，就4670万美元，就是台币在15亿全部进去了，代表说我们要支持这个新的换一个人那当然我们可以再讨论说换一个人到底好不好了贺锦丽，其实贺锦丽她中文名字应该不叫贺锦丽，那是她当年在加州要选举的时候取了一个贺锦丽。你在美国讲贺锦丽，没有人知道贺锦丽是谁，他们用哈里斯 Harris， 那才是真正的名字那当然换了贺锦丽好不好？我们大家想，贺锦丽其实他在很多地方做的没有那么积极，没有那么到位。坦白来讲，他其实是跟着拜登，在许多方面，拜登讲什么他就做什么。移民政策也好，堕胎政策也好，
甚至我们讲接下来两岸或者外交关系，贺锦丽有没有自己的想法跟思维，这都是要继续检视的。例如仇恨值，在这个民调里头，国会山上民调，他仇恨值就比对方还高很多很多啊。所以现在的美国的局势，是不是第一个贺锦丽是不是真的一定能接棒？再来就是他接棒之后，如果是别人也不知道了啊，还有谁可以赢得民主党这场选战？目前看起来，民主党内部对贺锦丽是不是直接接棒，好像还是有一些大佬级的人是有其他意见。可是问题是，就是一个现成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是贺锦丽接棒，光是前面这一些竞选基金，你要怎么样转换，都是一个麻烦的事情。而且其他的人在现在这个局面里头来接这个棒，他们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吗？我是高度怀疑啊，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上去就能够打败川普吧，我想不会有人有这种想法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接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虽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对贺锦丽会有点犹豫，但是到最后可能就会只好默许这个状况，因为现在只要贺锦丽不要再出乱子就好。其实拜登让人家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未来会干嘛，就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不会突然之间就晃神就干嘛，就完全这个选举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变成民主党也是不得不去换这个东西。那当然贺锦丽上来也未必会比较好，龙介先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因为国民党也示范过一次给大家看，所以就很糟嘛。谁比得上台湾呢？对，但是问题是，其实这次民主党的状况跟国民党那次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讲实在话是不一样，因为那一次洪秀柱本来是要抛砖引玉的，就抛砖引玉抛到，居然国民党没有半个男人敢站出来，就是变成他一个站，所以整个国民党没有一个男人是个东西嘛，不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才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对啊，然后结果等到整个选情极度不妙的时候，朱立伦又跳出来说要把它换掉，所以把整个社会形象搞得极度糟糕。所以我必须说，跟拜登这次还是有点不一样。当然，拜登现在也有一些人会质疑说，你是不是以欺骗或干嘛？但是这种东西相对比较能够原谅，为什么？因为拜登自己显然是认为我自己还行的嘛，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棒很好啊。哦，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认为他倒是没有什么欺骗的意思啊。但只是他自己能力不足的那些地方，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意识到，也许他根本没有病识感，讲实在话。所以我觉得他的相对是比较容易原谅。那现在对民主党来讲，他们大概就是总统这边就是看运气，看未来会有什么发展，但是重点还是在保住参议院。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首要的目标，因为总不能够全盘皆输吧。像国民党上次换的时候，是本来以为说好总统放掉好了，至少保住国会。就国会反而死得更难看，因为你整个给人家社会观感太差。但至少这一次民主党还没有演变到那样一个地步。可是问题是，这还要看贺锦丽上来之后，到底假设真的是他的话，上来之后他的表现到底如何？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大家对贺锦丽颇有维持的最大原因就是，其实他也是蛮天兵的，他也常常会出一些状况啊。他出的状况也不见得比拜登好哪里去啊，所以这是未来最大的变数之一。全球都在看这个最新的美国选情的变化哦，当然全球都有在这个乱流当中。像《时代》杂志的封面，火速本来是拜登这个 panic 这个恐慌的封面，变成了他只剩一只脚还留着。哎，贺锦丽走进来了吗？拜登退选还不是最糟的吗？日经的媒体分析，如果在贺锦丽领导下，民主党还没有办法团结，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党内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啊，互相再来内斗一下，这个美国的混乱不只是美国乱而已，可能全世界都会一起乱呐。拜登的历史性举动，让民主党跟美国走上了一条不确定的道路。前面好像也确定要输，不是川普当选中吗？现在还有不确定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当选，是不是有好一点呐？但拜登退选的中国大陆的观点是如何呢？当然，微博热搜立刻第一名啊！大家一直在问，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之后，还可以接下来怎么发展呢？网友很有意思，他们分析的形容词很有趣。怎么枪打的是川普，击倒的是拜登啊？还有这一枪成功打出了川普的夏天啊！这个是网友的用字遣词用法哦。但川普他的发文其实也很酸啊，真的酸到透顶了。川普发文去取笑拜登，人家拜登都退选了，他说：“拜登会不会明天醒来就忘记自己退选啦？”
他用这种方式来取笑拜登，还对于拜登砸钱做民调跟竞选的钱都打水漂这件事情，他还取笑他，说呢他早就想退选了。所谓的确诊暂停选举活动根本是骗人的哦，所以川普也没有要放过，继续追打拜登，也是在避免拜登接下来还有他的影响力要发挥吗？而川普乱流影响美债，所谓冲击全世界，投资人面临的是高通膨、高利率双重压力嘛？他的政策会怎么样呢？大家都要避险呐，黄金价格一定会飙，美债利率也要上升。那美国债务现在已经即将破35兆美元了，这个是两任总统都有关系的，所以不是谁一定要担的问题，根本没有人有空顾这个问题。国内的各种经济议题，或者是更大的8兆元美元这些议题，其实是没有人管得了的。整个国债规模已经合计增加了70%，这也是两任也联手下来的结果。但来看看这个美债，沙烏地阿拉伯却还要想办法去增买哦。那虽然中国、日本都相继抛售，沙烏地阿拉伯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买入，又是怎么个盘算呢？5月持有美债增加了1363亿美元，年增了22.46%。沙国是美债前20大主要持有国唯一的中东国家，大家怎么观察中东接下来的变化？如果美国选情产生变化，中东国家也是首当其冲可能受到影响的呀。川普当选之后，谁是中美关系的救星？这个报道很有意思，是说，你看看川普的副手是谁？是 Vance， 同样都是抗中，言论无极限，要科关税100。科关税200等等都有呢，甚至川普过去扬言只是商品的部分60%，汽车可以到100到200。那所以接下来的抗中大战、新一轮贸易战不可避免吗？但 Vance 这位副总统搭档的妻子乌莎被说呢，他过去曾经在耶鲁大学亮哥的校友了哦，读的这位乌莎呢，还选了这个奖学金的项目是到广州中山大学。去教授英文跟美国研究课程，为期2年，还学习中国语言跟文化，深入参与社会实践呐。那当然，刚刚亮哥讲，很多人开始胡思乱想，想有没有可能性嘛？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有没有可能在川普如果正在当选中，还有抗中的其他的方向，或者是更和缓的可能性呢？亮哥，川普对中国的比较敏感的决策，我认为他不会宣布了，甚至他还随时改口啊。他说：“哎呀，比亚迪那可以到美国投资啊，设厂啊，那不是要科200%的关税吗？”一下又改口了。所以我认为要上任之后才会比较清楚啦，不然他大概只讲过一些嘛，比如说不让大陆人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这一点确定了啊。那不再给中国这个最惠国待遇，这一点也确定了啊。其他其实都很模糊了，比如说他说要让美国成为制造业的世界超强，这个我看听听就好了。制造业怎么可能都到美国呢？美国工资那么高，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些政策是互相矛盾的了。比如说他说要让美元贬值嘛。一方面让美国国债变少啊，那一方面让那个美国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好，这是他的想法了啊。可是贬值是不是会造成竞争力变好？这个从日本的例子你就知道完全无关了，不一定啊。我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基本是没救了啊。他事实上如果去打破拜登那个有案外包的体系啊，那我觉得会有很多国家很惨哦。台湾也是其中之一啊，那我觉得川普大概是这样啦，就是他跟拜登都增加了很多美国国债啦，可是坦白说，川普比较可以原谅啦，因为川普碰到了新冠肺炎对不对？那个时候全世界不确定性那么高，所以他政府印钞票，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啦。那事实上，川普也是被新冠肺炎害死的啦，因为他新冠肺炎治理的状况乱七八糟嘛，不然拜登也没有大赢啊。我认为川普就是运气不好，碰到新冠肺炎啊。那拜登事实上上来疫苗都已经有了，那1年左右就把新冠肺炎给平了嘛，他还拼命印钞票，所以拜登
拜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总统啊，就他只会用印钞票来让美国的经济好转嘛，这个就是一个烂摊啊，那川普就要面对。所以这个接近35兆的国债啊，我跟你讲啊，从明年开始，你第一个光是以现有的利率的状况，你1年的预算1兆就没了，光是付利息啊，因为美国政府的可用的税入了，1年大概只有5兆左右。那他每次都给人家用赤字预算嘛，民主党的传统都给人家搞到6点多兆啊。那共和党还可以接受赤字预算吗？那如果共和党不接受赤字预算，你1年付利息1兆就没了欸。真的。所以我觉得拜登就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总统，下台最好了哈。那可是川普怎么去面对这个35兆美元的国债这个坑啊？我跟你讲，现在他碰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拜登反正没了嘛，那明年当选几率也没了，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找工作了。搞不好叶伦说我不管啦，老娘要去应征啊，搞不好在应征金融公司的独董啊，对不对？那搞不好苏立文谁啊？不知道啊，人家也要有前途所以我跟你讲，拜登最大的危机是他一宣布不连任他的一些高管搞不好都在找工作，然后美国的报纸就一天到晚给你登这个新闻，说某某某来应征某公司啊，你看这个新闻，贺锦丽怎么选？就一副看你不会当选嘛。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美国的那些人都是走来走去的啦。我说那些政府官员啊，都是走来走去的，轮动在民间，对啊，就是轮动的嘛。那反正现在看起来川普是要上来了，我们就去找工作吧。那等下次2028再说吧。那就会造成我们讲的这个美国对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不负责任。是。所以会不会联动到整个全球经济是吴老师，这个拜登尴尬的看守期，前一段我们很多来宾讲的是外交的关系讲不动，连国内官员如果都去到找工作，那这个尴尬的看守期也难怪会传出来说，干脆先辞掉算了，连现任都不让他做完嘛。这个我们中文讲树倒猢狲散，对啊，你撑最后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我还是先讲一下贺锦丽，我刚才没讲完，贺锦丽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他在党内感觉声望没那么，有点声望又不是那么高？因为他其实做很多事情呢，没有做完，也没有负责。我们知道他其实在许多问题，比如说边境问题、移民问题，他处理的不是很好。我举例给大家听哈，其实拜登政府那时候对于大量的非法移民他要贺锦丽去处理，有一个计划叫做对于北三角国家包括从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跟萨尔瓦多出现大量的移民非法移民或者跑到这个跨过美国边界拜登说贺锦丽去处理，那他们就说那你要对症下药嘛，因为你不能说只是限制他们来，因为你限制不了，那洞补不满，所以你要去改善他们3个国家什么经济情况，所以你要从追本溯源来解决这个所谓移民或难民的问题。贺锦丽说好，我来做，问题他做的不到位啊，他做有做没做也是一样啊，大家说你根本没有负责啊，然后甚至还有采访他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他讲一讲说我们来到这里了，我们要在这里了，然后处理这个问题在这里了，然后人家说你在讲什么，你根本讲不出东西来嘛，所以代表说他在做事情上有没有上心他真的对所有的，这只是一个难民问题很大，他不小啊。川普这就抓着拜登，你的难民问题处理不好，你的移民问题处理太烂了，那移民全部都罪犯，人家跑进来啊，对不对？辩论的时候，川普就紧咬的嘛，你看看那几个杀人犯都是移民啊，你怎么都让他进来了？拜登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贺锦丽偏偏没有去强化、去加强，所以为什么川普才讲啦？拜登不要换啊，你换贺锦丽更好，因为这个更好打。对，因为我告诉你，接下来的第2次辩论，川普一定抓着贺锦丽你的移民问题处理完没？对，请告诉我，他一定在一直戳这个嘛。堕胎问题也是一样，贺锦丽对堕胎问题也是讲得非常模糊、暧昧两可啊。川普一定会讲说，你看你们都是这样子堕胎问题都是你们害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贺锦丽上来到底能不能替民主党加多少分？而不是上来只是败战处理投手我常常说，你现在是败战处理投手，你只是为了让金流、政治现金能赶快回到位，让那些参众议员有政治现金这个捐款可以去用，可以去继续打选战。
但是你对于整个总统大位，你们是采取什么？可能会赢吗？我不知道哦，因为川普接下来的攻势会非常凌厉，而且他讲话是川普讲话是没有跟你客气的，这个人就是充分的自我，展现权力欲望，而且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他旁边的幕僚，我们可能想说他旁边幕僚可不可以管一下川普的嘴？问题是没有人可以管得了川普的嘴。所以川普现在开始在攻击说，哦，你那个拜登，可是明天早上醒来，是不是连自己这个退选都忘记了？当然他很酸啦。问题是，当川普用这个来对付贺锦丽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是，第一个女性，第二个又是 minority。如果你处理不小心，川普在打这个，如果打到一些很敏感的字眼的时候，是不是有反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说美国人他自己的修复能力是怎么样子啊。如果贺锦丽跟民主党们可以抓住这个反川、反制、反民粹的力量，恐慌川普效应的恐慌川普效应，说不定我不知道啦，有没有可能哈？我们还是要可以继续看，很精彩。像辛普森是有一个预言穿衣有服贺锦丽坐在白宫当选总统的第一位美国女总统，我们1点的时候还特别把那个图给秀出来给大家看，真的很有意思哦。不过当然杨永明教授认为那个是贺锦丽在蹭辛普森，我不知道啦。对啦，就是时间先后了。对，彬哥，当然现在所谓媒体的外媒报道，大部分都最新消息都是说，大概大势已定提名贺锦丽没有异议了。现在本周之内可能就会出炉搭档的副总统人选。当然，各种经济面上的构面跟大家避险的概念是现在最严峻，台股跌得那么惨，都是这个相关的问题。因为说实在话，现在已经7月多了啦，你不赶快决定，真的也没什么时间了。你还有这么多的款要募，美国选这个局，每一个党都要募40-50亿美金，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对民主党来讲，时程非常紧迫，一定要赶快把人选定下来。那我觉得到最后，就算党内荣获有一些杂音，恐怕还是先定下去再说。那只是说定下来之后，这个贺锦丽的表现到底如何？当然现在目前不晓得。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拜登都已经退了，你川普还这么酸什么？你会不会忘记自己退选？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并不会很在意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有点胜者为王的概念，就是。谁叫你自己表现不好？你表现不好被人家酸，活该。我觉得美国人比较会有这种概念，那东方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还要厚道一点啊，干嘛？对，好像也是有道理。对啊，但是我觉得美国人不会很在意这些东西。重罪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川普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好像在乱讲话，实际上川普我个人觉得他很多东西是经过计算的，他知道他这样讲出来对他是有利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未来这种情况，川普要犯大错的可能性其实很低。那相对来说，贺锦丽要再扳回一城的机会就不高。像刚吴教授讲说，他是不是只当一个败战处理投手啊？能不能处理得更好？我个人认为他能够当败战处理投手就不错。我怕他是一个被打爆的败战处理投手，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看过贺锦丽，其实之前有好几次，不管在外交场合或其他场合，他一旦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状况超出他想象的时候，他会失控的，他会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一些表现。这个其实在选举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那至于说川普跟范斯，假设真的是他们上来之后，对中国大陆到底会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我老实讲，我个人认为，当然抗中因为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主轴了，所以川普对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太客气。像这2天我还看到有人说，川普是在称赞习近平什么写的那封信，什么文情并茂，什么什么。其实他那天是在酸呐，那根本不是在称赞，那根本就是在酸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解读成称赞，我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说川普一定会对中国大陆非常严厉嘛？我觉得也未必，因为我觉得川普的想法一直都在变。他常常今天这样想，明天就变另外一种想法。然后更糟的就是他的副手范斯跟他一模一样。也是个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的人。那只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说范斯的太太因为跟中国大陆有一些接触，他也去学过一些中国的文化，就可以拉近他跟中国的关系哦。那个要看范斯想不想拉近这个关系啊。范斯想要拉近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就会利用他妻子这个东西。像大家忘记了吗？川普一开始不叫他孙女唱那个念唐诗，然后还唱中国歌。那后来呢？所以我觉得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讲，这些因素都只是利用的工具而已，根本不用太在意。
对啊，所以在亚洲国家来讲，日韩大概担心自己是被利用的工具啊。当这个选情批变的时候，本来都跟拜登站队的朋友们、盟友们，现在最担心的其中数一数二，当然也有岸田文雄喽。日本很紧张，第一时间很多日本的媒体的报道推播非常的快。那岸田文雄公开讲话了，他说，拜登总统这个决定，退选的决定，是在考虑到最佳政治判断的情况之下做出来的哦。因为先前呢，这个岸田曾经跟旁边的人表示，这是日媒的报道说，跟他关系密切的拜登不是那一种会说自己要退出的人，所以说他自己不退，就不可能有人叫他退。那显然研判错误啦。那跟拜登是站得最近，各种自拍，各种友好，现在该怎么办？日本的民众又怎么看呢？日本网友就在这个新闻后面的回应是说，哎，是不是暗示是不是要轮到你啦？哈，这个与岸田文雄不同，拜登如果是无辜的话，那就是你了吗？要以他为榜样退出了吗？这当然是网民的酸言酸语，但的确在岸田文雄内阁民调里已经是长期低迷，而且只会越来越低，一直没有回温的迹象。他的率领的内阁支持度21%的支持度，连续13个月已经低于30%了，甚至有70%受访者都认为首相换人比较好。所以共同通信社还有个民调，我问谁最适合担任下任自民党的总裁，直接呢岸田文雄排到第6名去了，7.5个百分点也太惨了吧哦！所以像日本政府现在忧心的是跛脚鸭期间，刚刚讲嘛，国内大家官员找工作，国际之间的盟友之间更担心这个跛脚鸭的执政期间出现的漏洞。日本外务省从6月27号拜登跟川普辩论以后开始呢，就意识到拜登可能会退选吗？外务省的官员甚至在看到辩论会之后，一直说感到沮丧啦，担心拜登撑不下去。所以拜登政权在对中国议题上的合作伙伴来讲，日本就要重新调整或担心吗？或者说担心让中俄有机会趁虚而入吗？那日本当时打得最凶，挺得最凶，现在会不会反而成为被报复的对象？其中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已经连续213天航行在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创12年来的新高。那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的，又有4艘中国海警船出现。这样的做法，所谓把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为中国所有的最长纪录。Sony 企业界怎么看呢？他说日企非常害怕。中国电动车的发展呢，不应该为了美国提高关税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如果不能更快的创新，有可能成为追随者。而这个竞争，虽然美国号称要把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提高到100%，甚至还有讲200%的嘞，但是他认为消费者选择会受限，不见得就对日本一定就有利吗？还是可能打不过。所以日本的5个川普2.0噩梦，在这个分析报道里面认为，美国呢，包括了在韩国撤军、弃乌永俄、台海之间的关系、民主美国变独裁等等，这都是日本专家理查德最担心的川普可能发生的技巧。因为过去有安倍可以去安抚川普好像还可以 hold 得住。但现在呢，日方会不会被美国变得予取予求呢？包括提高经费，各种的需求都要完全配合吗？韩国呢，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先看到了韩国第一夫人被约谈侦讯的消息，而美国的前 CIA 专家就被控还充当韩国政府的间谍。这次媒体的报道是一个 CIA 的韩裔分析师被指控收各种礼物啦、高贵的这个招待啦，去韩国情报局充当间谍，这个是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的。韩国人就很担心，因为现在已经风雨飘摇，大家都各种担心，所以韩媒担心会影响双边关系还批评自己国家的这个情治单位的水准菲律宾更是如此，菲律宾小马可是先前一昧的亲美拜登选后没依靠了吗？这是媒体的分析。还有北京认为中非同意共管海上分歧，推动的这个南海局势要降温他喊话啦，所以要控管仁爱礁的局势怎么控管？菲律宾在苏利文的表示里，将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向南海浅滩补给吗？苏利文说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帮助菲律宾去把补给物送到仁爱礁去菲律宾军方说我们自己来就好。现在是各里头恰洋洋归良虽然够细苗，所以各个盟友亚洲这里的变化也很大嘛。亮哥，其实贺锦丽可以回岸田文雄一句话啦，
说搞不好你9月就下台了。比我快。对，这样子。汉田下台几率真的蛮高的。事实上，本来那个石破茂是自民党内人缘有名的不好，结果连这个状况大家都宁可让石破茂上，你就知道岸田他已经完全失去能量了啊。所以贺锦丽不用担心啊，那个岸田会比你早下台。事实上，那个 G7 上次那个峰会你就看出这个情况了嘛，这根本就是毕业典礼嘛。现在不是更证明了吗？啊，拜登立刻就快没了啊。那所以我说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啦。那本来就是毕业典礼的情况下，这个悬而未定的情况，相对于中俄2个领导人都是他的任期都是满满的啊，莫迪也是满满的啊。你看那个人家刚有新任期的这个澳大利亚的 Albanese， 我就不要跟你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现实的啦，所以日本会担心中俄会不会利用拜登跛脚这个期间啊，或者他的部会首长纷纷各自去找工作的这个期间，然后中俄联手在太平洋做些事情，这个忧虑合理啊，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呢。因为我认为接下来俄罗斯搞不好会进入南海哦，它不会只在日本海哦，是所以这个是实际的状况啦。那日本很害怕自己这个电动车跟不上，这个实际上是日本自己的问题啦。因为到现在它还卡在它的技术标，日本现在还是很多人只愿意做油电混合啊，它全电的车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反对，那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啊。问题是油电混合在国际上不是主流啊。所以你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恐怕很难呐。事实上，我刚看到比亚迪那个他出来开个记者会，说他在日本那个旗舰店已经要开到95家，那就直接已经卖进日本去了。当然，他卖的是中低阶的车啦啊，可是问题是平价车就是主要市场啊。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问题不容易处理啦。他自己要先有共识啦，要不要做电动车，就把所有的氢能车啦、油电车啦暂缓，全力来发展电动车。日本没有共识，现在全世界就是欧洲嘛、中国嘛，就是确定要做电动车、全电车啦，我们叫 BEV 啦不就 battery 啊？美国也没有共识啊，尤其是川普当选之后，他恐怕又不要这个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才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啦，其他菲律宾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他大概也知道大势已定，所以仁爱礁可以继续补给，那这个问题就继续缓着嘛。可是也没有到要对决的时候了而且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就是小马可是越来越担心他内部的状况，因为贫富悬殊，还有穷人生活越来越困难。所以他真的担心会有一些不稳定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各自的战略都必须要先调整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拜登特选的消息，当然台股今天重挫，台币也是那日韩股市都一样。对于日本来讲，更担心长期，尤其是岸田文雄现在自己位置都不保了更担心接下来日本的处境。吴老师，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拜登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我想外交上面整个东亚我就会回归一些比较平淡因为他们不是出来再讲一些比较有的没的，然后让这个东亚吹奏一直。激化他们我想他们就像我们讲的，美国选举最后还是回归内政在选内政的地方。那个日本韩国甚至是这个南海地方，应该会稍微平淡一点那当然，这个北约东扩或是亚洲北约的问题，应该不会那么快被又再被提及啦。因为最主要是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这个拜登当然他如果我们讲以前他还没有退的时候，他如果继续做的话，当然这个我们讲轴辅体系以民主这种价值观为首的。是蛮强、蛮厉害的，他可能会激化这个我们讲中俄之间他们的结盟
也有可能。但是川普上来又不一样，川普这个人是交易型人格，他凡事都要什么？你要符合我的想法，我重权力，而且呢，对我没有利的事情哈，而且他重视钱呐，不是价格，不是价值啊。民主对他来讲，那个是放在旁边的。你要我在这边维持我的美国的霸权哈，可以，你把你该交的交出来，钱要缴出来啊。所以川普式的孤立主义，那时候我们在2016到2020的时候，大家讨论很多嘛，让所有的盟国哈，大家都很头痛。那假如这次川普真的又选上，那当然贺锦丽就不用讲了，川普再选上，那日韩甚至我们的东南亚的盟国，他们必须要非常了解怎么样去符合川普的利益。我是讲嘛，就以台海来讲，川普对于台海问题，他不是太想要再去碰，他除非他要用来做他的交易的时候，特别是他在跟中国，我想。在贸易谈判的时候 ，bargain 的时候，对不对？不然的话，第一次川菜通话讲完，第二次是川菜通话，我说不要了，我不谈了。为什么？我要开始跟中国谈生意了，对不对？然后生意谈一谈，谈到有点瓶颈了，他要把台湾就丢出来，说来我们签个什么台北法、旅行法，对不对？然后又派了2个什么克拉奇跟这个阿扎尔来，对。本来那个梅冈老板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要来，后来是因为他要选举了，他说，你还不要来了啊。所以川普在所有的外交上面，他是充满交易的艺术。那如果我们要知道他是交易的艺术，这就很吊诡。是那接下来他可能一下把台湾放前面，一下把台湾放后面，一下把台湾放前面，一下把台湾放后面，那我们该怎么办？折腾啊！所以我想民进党政府必须要非常了解这个所谓交易的艺术跟川普的人格。感觉岸田文雄日本已经知道了这个处境的艰难，台湾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南海这里冲突，菲律宾一度摆出很强硬的姿态，现在也变了吗？因为很简单嘛，第一个菲律宾人家也不是没有尝试，他试过了，就发觉美国真的就退到后面去了，让他自己在前面独立承担。可是每一次菲律宾闹僵的时候，美国又讲得很大声，说美国又说一定要支持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试了几次之后，小马可是大概心里头也很清楚了，还是自己直接跟中国大陆先把情势缓和下来，对菲律宾是比较有利的。而且现在拜登一宣布这个不竞选连任这个讯息之后，我认为暂时不管是在南海也好，或是在钓鱼台这边也好，大家的动作都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都要先观望一下情势，看看美国这边政局到底怎么演变。因为说真的，这个时候你不管是过度刺激或是过度让步，其实都不好。最好的就是维持现在一个军事，我们大家静待环境如何变化。所以我认为，本来前一阵子你看大陆那边动作频频哦，什么医疗船也过去啦，什么也过去啦，然后看起来好像一副要对马德雷3号动手的样子。那现在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整个趋缓，他会先等待情势，看美国这边的情势怎么演变，然后看菲律宾这边是不是能够谈得下来。因为现在他们重新建立一个沟通管道之后，双方开始有一些对话，虽然谈的也并不是说多顺利，但至少让整个情势比较缓和了。对大陆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希望尽量用和平的手段把这个纷争解决掉，因为不管怎么说，你南海还是以共同开发对大家都比较好。